经过一波三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天的访华之行已经正式结束。访华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会见了布林肯。这是布林肯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华，他也是自2018年10月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因此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此访到底成果几何？外界对此如何评价？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否能够企稳？来看报道。19号晚，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介绍了布林肯访华的相关情况。杨涛表示，19号下午，习近平主席礼节性地会见布林肯国务卿，高屋建瓴，阐明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提出战略性、指导性意见。在与习近平见面前，布林肯18号下午先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举行长达8个小时的会谈和晚餐。19号上午，布林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约3小时会谈。杨涛表示，王毅、秦刚与布林肯的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并总结了中方在会谈中阐述的6大重点：一、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源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二、中美关系历经波折，美方有必要深刻反思；三、当务之急是把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真正落到实处；四、敦促美方不要拿国强必霸的模板来镜像中国；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也是最突出的风险；六、双方达成了一些积极共识和成果。美国国务院19号就布林肯访华发布消息称，美中双方同意在华盛顿和北京进行后续的高级会晤，以继续开放沟通渠道。布林肯国务卿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华盛顿继续讨论，他们同意在双方合适的时间安排一次互访。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也实时更新了他的中国行，在中国访问的不到48小时，共更新8条推文。访问行程结束后，布林肯总结称，他与中国领导人结束了一轮坦诚、建设性的会谈。布林肯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直接的外交接触是负责任的管控竞争的最佳方式。布林肯在离开中国前，在美国大使馆举行访华记者会。布林肯表示，过去2天里，中美迈出了积极一步。Progress is hard. It takes time, and it's not the product of one visit, one trip, one conversation. My hope and expectation is we will have better communications, better engagement going forward. That's certainly not going to solve every problem between us. Far from it. But it is critical to doing what we both agree is necessary, and that is responsib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that. It's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to do that.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orld.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重申了美国不支持台独，并表示美方期待两岸分歧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外，布林肯提到，在其几场会晤中，中美双方讨论了加强教育交流，承诺努力增加两国之间的直航，并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继续这样做。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促进两国人文交流达成了积极共识，双方同意鼓励扩大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就增加中美之间的客运航班进行积极探讨。欢迎更多的学生、学者、工商界人士到彼此国家互访，并为此提供支持和便利。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客运航班的增加客运航班这个问题保持着沟通，我们也愿同美方一道，本着灵活务实的态度，推动增加航班。当地时间19号晚，美国总统拜登也评价称，布林肯做得非常好，并认为中美关系走向了正确的轨道。就中美关系而言，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习主席的接见他呢，我觉得是对中美关系再出发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再校正，也就是告诉美方，中美要想处理好双边关系，必须本着这种叫做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处理双边的关系。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布林肯此行，国际舆论也予以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访华能否见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成为了外界衡量此访成功与否的重要风向标。
路透社表示，能够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主席握手，对布林肯此次外交活动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认为，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布林肯有可能成为修补中美两国破裂关系的关键一步。相关消息发布后，德国媒体则是用惊喜、出人意料评价这场会见。多家外媒都注意到，习近平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达成了共识，这很好。《华尔街日报》认为，习主席会见布林肯，有效防止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的直线下滑，有助于推动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分析认为，此轮访问为接下来中美之间的高层交往铺平了道路，其中也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19号向路透社表示，他将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具体时间尚未敲定。克里表示，希望与布林肯会面讨论相关事宜，因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必须建立伙伴关系，不让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成为阻力。对中美关系，我是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的。那么，我觉得后续也是我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期待这些高层的中美经贸高层能够进行新一轮的双边的互动，来加强对彼此的了解和减少分歧。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呢，其实我最终还是希望中美元首能够再次会晤。我觉得这对中美关系的再稳定和后续的发展会非常重要的。不过，外界也注意到，布林肯虽然在访华过程中做出了与中国相向而行的承诺，但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仍然有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在其国内仍然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彭博社报道，4名美国议员即将前往底特律，向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观察指，此行凸显了美国政府致力于缓和与中国关系时所面临的国内压力。All of this carefully orchestrated diplomacy happe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Congress that is putting political pressure on the president to take a harder line stance. So that's political risk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other factors that needs to be balanced here. And this is a very challenging relationship. 联邦政府的层面是不是有更强大的一个执行力？是不是有能力去统筹协调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机制？再看美方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生态是否会变得更加理性？再有就是美国国内的民意，它的对华的温度是不是会变得更加温和？那么如果拜登政府还是想大搞选举政治，对中国对华政策上还是畏首畏尾，我觉得后续的中美关系可能还会面临一些新的波折。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20号举办的论坛吹风会上谈到布林肯的中国行。严学通表示，此轮中美接触向外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在台海问题上，中美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维持地区的稳定。但接触并不代表中美之间矛盾就因此消弭。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呢，现在呢，美国不可能放弃这个小院高墙的这个策略，这个放弃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那写在他美国国家的战略报告里边，而且反复在各个领域的。那只要美国坚持小院高墙的政策，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这个冲突大于合作的一个基本态势。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访德行程。20号，李强同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主持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在政府间交流之前，李强还特别同德国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交流。中德政府磋商被舆论认为是李强此行德国的重头戏。欧洲时报评论称，中德务实合作有望擦出新火花，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当地时间19号上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柏林欢迎李强总理到访。据德国总理府网站介绍，李强总理当天晚上在德国总理府会晤德国总理舒尔茨，庆祝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的开启。双方代表团成员在总理府共进晚餐。20号上午，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总理府举行仪式，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舒尔茨举行会谈。
李强指出，中德经贸合作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希望德方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坚持独立自主，以国际规则为基础，以契约精神为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双方应大力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中方倡议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今后中德合作的指导理念之一，推动绿色科技产业合作，探讨建立绿色能源产业链合理有序的分工格局。舒尔茨表示，德方欢迎中国实现发展繁荣，这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德方反对任何形式脱钩，去风险不是去中国化。德方致力于同中方发展稳定的关系，愿进一步加强双方交往，深化互利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共识。德方支持双向投资，将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同一日，两国还举行了主题为“共同可持续行动”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被誉为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超级发动机。2011年，首轮中德政府磋商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此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1年共举行了5轮中德政府磋商。该机制在不断充实中德关系内涵、拓展中德务实合作、规划两国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德政府磋商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首次全面对接。分析指出，中方在此次磋商中的首要任务，将是在历经了有关去风险化的讨论、俄乌冲突以及疫情影响后，把中德关系重新纳入正确轨道。在全球化发展遇到一系列的挑战，在中德合作过程中间出现一些不合谐音的当下，两国政府能够力排阻力能够推进政府磋商这个有效的机制，这个呢对于增加互信、排除误解、推动合作、细化合作的各个步骤，包括对于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举措。在中德政府举行磋商的此前一天，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交流。据新华社报道，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等德国企业负责人出席。大家按照李强总理提议，围绕如何看待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势，如何看待未来技术发展前景，如何看待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去风险、降依赖等，坦诚发表看法，深入进行交流。李强在听取与会代表发言后指出，我们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界定和防范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风险扩大化，只会造成更多和更大的问题。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是最直接、最敏锐，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应该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他特别指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和德国研究中心教授孟红指出，将与工商界代表交流放在中德政府磋商之前，这一安排其实别有深意。工商业的这些代表，他也是积极促进对华的合作，经贸合作是促进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他强调的，在对抗和安全中间，对抗是不可取的，安全观是应该兼顾的。那么在共同的合作中间，排除风险，排除那个对抗性，积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个互赢、那个共利的那个角度去推进双边的发展，这个呢，对于双方包括欧洲的稳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德政府磋商。俄卫星通讯社提到，去年11月，德国领导人成功访华，不仅为双边关系发展带来动力，而且有助于激活中德关系。中国总理访问柏林将巩固这两种趋势。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与欧洲2大经济体的高层领导人举行会晤，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在国际局势不稳和世界市场供应链复苏疲软的背景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德致力于通过政府磋商来扩大合作，得到德国各界，尤其是商界的支持。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舒曼表示，经历了新冠疫情等挑战之后，德中双方再次进行面对面对话至关重要。他称，中国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和重要生产基地，也将其视为有助于保持创新能力的投资地。与李强访问德国同期，当地时间19号，在完成最终投资审查程序后，中企入股德国汉堡港协议最终签署。根据协议，中原海运港口有限公司将收购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24.99%的少数股权。CTT 集装箱码头也将成为中原海运集团处理亚欧之间货物运输的首选靠泊码头。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姜时学表示，从2021年至今，收购案的一波三折说明德国政府内部在对华关系上的立场还是有差异。最后收购案通过，说明德国政府对中德关系相当重视。我曾经去过这汉堡，据我所知，这个港口在汉堡经济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和汉堡的合作，应该说呢是汉堡的经济，应该说呢是整个德国的经济受益匪浅。需要留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德关系，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试图拿去风险论进行挑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德国一方面试图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保持关系，另一方面还要遵守此前在七国集团G7峰会联合声明中对华去风险的承诺。德国总理舒尔茨19号在柏林由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办的活动上表示，德国政府反对将所有对华出口都置于监管之下。他指出，G7并不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崛起，而是试图降低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德贸易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德国在其出口形势总体好转背景下，对华出口持续下滑。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已经连续2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德国经济增长甚至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一些德国有识之士认为，这与一些政客鼓动对华脱钩和去风险有关。Ich glaube, dass es für uns wichtig ist, dass wir eine weiterhin enge Zusammenarbeit haben. Es ist wichtig, dass wir alle Themen ansprechen. Es ist auch legitim,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über wirtschaftliche Themen, weitere Themen auch anspricht. Ich bin aber auch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dass wir trotz aller, sage ich mal, Themen, wo es vielleicht unterschiedliche Auffassungen gibt zwischen Europa und China, insgesamt die wirtschaftlichen Themen auch separat betrachten und die auch entsprechend。19号晚，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通电话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德之间要合作而不是对抗，中方愿同德方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携手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断链，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和建设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布林肯结束了访华，您认为中美关系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稳定下来、好起来吗？主持人好，布林肯这次访华呢，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高层沟通，为更高层次的接触呢铺平道路。中美双方呢都发出有责任、有义务管控风气，通过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回归正道，来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给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和建设性。习近平主席回复布林肯时讲的富有哲理的话，在全球传播很广，得到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呢，他说的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呢能否正确的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引起了全球共鸣。同样呢，美国总统拜登也认为中美建设性对话迈出了好的一步，我们呢走在正确的路上。可见虽然中美之间呢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待解决和协商，但让两国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这次布林肯访华形成的最大共识，也给变化动荡中的世界带来一些光亮。就我个人的观察呢，中美关系稳定下来问题不大，关键呢是能不能好起来。布林肯结束与中国高层的会晤行程以后呢，他在北京举行了记者会，提到访华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呢也通报了相关的事项。
双方的同胞呢各有侧重，但是呢都没有驳斥对方，这就意味着彼此呢能够理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另外啊，拜登政府对美国鹰派的干扰也可能不予过多的理睬，搞不好中美关系呢不仅会影响世界，也会影响他的连任竞选，这可能呢有助于美方呀设法改善中美关系。再说布林肯吧，他就任国务卿至今呢也是乏善可陈，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那么在处理中美关系这样的大事上呢，也许啊也会有点作为。当然呢，中美关系能否好起来，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就是台湾问题。王毅和秦刚两位中国顶级的外交官呢，与布林肯会见时都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看作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最突出的风险。中国呢，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敦促美国呀，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呢，要真正落实到实处，明确反对台独。换句话说呢，中美关系能不能好起来，关键呢就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布林肯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的确是明确的表态了，说美国呢反对台独，但是呀，反对台独要用行动来表示，不能光说不练，不能加一连串的定语，更不能呢一边唱着反对台独的高调，一边与奉行台独的民进党当局啊勾连，从军事和贸易上与台独势力暗通款曲。明年初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呢很关键，台湾岛内呢也把选举看成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如果美国希望台海和平，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就必须呢把反对台独与台湾选举联系起来。美国呀能不能少打台湾牌，不打台湾牌，是中美关系能不能好起来的关键看点。这两岸的中国人呢都在全程的跟踪监控。在布林肯访华时，中国总理李强率团访问德国，参加中德第7届政府磋商。那您认为中德能不能给世界树立一个合作共赢的典范呢？李强总理出访德国是他出任总理以后的首次出访，可见呢意义重大。但同时啊，现在的德国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呢已大为不同，特别是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很大，也影响到了德国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那么到目前为止呀，德国呢拿不出符合这个两国共同利益的对华战略，总是看美国看欧盟。无论是欧盟还是德国政府内部呢，对华态度都存在分歧，使得中德关系呢有点飘摇，不像过去那样稳定有序。当然啊，在过去1年中，中国呢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呢也坚持不与中国在经贸上脱钩，德国企业呢在中国市场仍在大量的投资，中德关系呢又显得是与众不同。好在啊，中国政府很有定力，始终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从德方坦诚深入的交流，深挖合作潜力，妥善处理分歧和差异，为维护国际产业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呢携手努力。因此呀，合作共赢仍然是中德关系的主旋律。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中德举行的第7届政府磋商呀，把共同持久行动定为主题，主要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转型。尽管呀，这次中德磋商被西方看作是最具悬念、难度最高的政府磋商，但是德方的基本立场呢是不寻求对抗，口头争吵不会产生任何成效，还不如呢务实合作。而中方的态度则是顺应规律，把握2个大势，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大势，通过协商合作来抓紧务实合作。德国媒体呢也观察得很敏锐，中国总理来访就是致力于加强中德合作。我觉得呀，经过2国政府磋商，会形成一批的合作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德呀能为世界提供合作共赢的范例。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当地时间19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开启了为期6天的法国、越南访问之旅。20号，尹锡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首脑会谈。2场访问凸显了尹锡悦致力于打造全球枢纽国家、增强韩国国际影响力的意图。然而，当尹锡悦在外交上不断发力之际，国内民调支持率却显得相当低迷，执政差评率达到了近60%。分
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在外交上的严重失衡，正在韩国国内引发多重担忧。韩国与美西方过分绑定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韩国自身利益，还会危害地区安全。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将于当地时间20号到21号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72次全体大会，意图推动釜山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203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地投票将于今年11月进行。本次全体大会是最后一次宣传机会，为此，尹锡悦将于20号用英语发表长约30分钟的演讲，宣传釜山。韩总统办公室表示，20号，尹锡悦在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就印太战略发展方案等国际安全问题与马克龙进行磋商。韩联社称，与马克龙举行会晤意味着尹锡悦在近2个月内将完成同7国集团所有领导人的会谈。结束法国之行后，尹锡悦将从当地时间22号起对韩国第3大贸易对象国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尹锡悦将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举行会谈，并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政府总理范明正、国会主席王廷惠分别举行会谈。不过，针对尹锡悦的此次出访，韩国国内传出不少质疑声音。韩国京乡新闻报道称，韩国国内内政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尹锡悦此次出访步伐沉重。尹锡悦这次不仅要取得外交成果，还得管理国内的负面舆论。此外，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19号在国会发表演说时，严厉谴责尹锡悦政府，称现政府放弃了民生、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开历史倒车。李在明说，过去1年来，尹锡悦只专注于政治斗争，全球经济正在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但只有韩国的经济在倒退。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家庭作业，如何处理好本国的国内的事务，如何来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譬如说尹锡悦，他很希望在国际上出风头希望用出访来提升自己的所谓的国际威望他甚至提出来说，韩国要成为世界的枢纽国家这个我表示怀疑。为了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尹锡悦政府一方面深化拓展美韩同盟，推动两国间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美韩同盟的外延大幅拓展至半导体供应链等经济科技领域。在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后，韩国甚至大肆宣扬两国已形成了以核为基础的同盟。此外，韩国在地区外交战略中也紧紧跟随美国的脚步，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在芯片4方联盟、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等组织中寻求合作。同时，在美方的撮合之下，尹锡悦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声音，不断放低身段对日妥协，寻求对日关系改善，致力于提升美日韩3边合作。尹锡悦过度倾斜的外交政策让韩国国内非常不满。韩联社19号文章援引最新民调数据称，民众对总统尹锡悦施政表现的好评率为38.7%，而差评率为58%。韩民族日报称，对尹锡悦的施政表现给出差评，最集中的理由就是外交、经济、民生、物价。我希望尹锡悦总统今后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好国内的问题上面尤其是不要干涉他国的内政，这个可能弄得不好会偷鸡不成赔一把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展开对法国的访问，在2个月之间，尹锡悦与7国集团所有领导人完成会谈。但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严厉批评尹锡悦，您怎么看现在的尹锡悦外交政策呢？尹锡悦总统上任以来，外交政策的调整之快令人眼花。一个检察官出身的总统在外交议题上如此积极和激进，恐怕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事实呢，就是如此。尹锡悦在竞选时提到了全球枢纽国家这样的理念，或许很多人认为尹锡悦这一说法是为了竞选需要，但是现在来看，尹锡悦总统的确将这一竞选口号变成了施政纲领。这一做法跟之前的特朗普还是有一些相似的，竞选时的口号更多是为了吸引选民，至于能不能成为政策，是需要进行权衡和考量的。
尹锡悦上任之后呢，就表现出了外交总统的特色。一般来说，在任期的跛脚阶段，领导人会用更多的时间在外交领域，但尹锡悦一上任，似乎就将精力集中到了外交议题，其中的原因也是颇令人玩味。尹锡悦此次访问法国，除了经贸之外呢，还要为申办世博会发表演讲。韩国总统办公室方面介绍说呢，法国是人类自由、人权、法治思想的发源地。两位领导人将就通过共享价值加深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可以看到呢，尹锡悦总统的施政呈现出外交优先的特征，通过外交活动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而其外交又有浓烈的价值观外交的色彩。尹锡悦总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比如与日本的和解，近乎是无条件的原谅了日本。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国家身份。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尹锡悦将其定义为全球枢纽国家。枢纽国家意味着要跟世界更多的链接，这样才可能成为各种交往互动网络的枢纽。问题就在于，在此之前，无论韩国的外交界还是学术界，大概会接受韩国处于双重边缘的地位。从双重边缘成为全球枢纽，这样的身份转换步子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就韩国的国家实力来说，跻身于发达经济体，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技术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是韩国的绝对实力如何转换为外交地位，这也是一个难解之题。现在看到的是，尹锡悦总统的外交并不只是枢纽国家的外交，而是全球大国外交。最后，以价值观来界定韩国的身份和韩国外交特色，使得韩国外交有很鲜明的敌我区分。加入到美国的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大合唱中，却忽视了韩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的困境。这种阵营对立的外交思维，恰恰使得全球枢纽国家变得不可能。尹锡悦的激进外交不仅引起了国际体系的反冲，也引起了国内舆论和在野党的猛烈的批评。这意味着呢，尹锡悦的激进外交越来越偏离韩国的实际了。朝鲜劳动党8届8中全会召开，主要总结上半年经济政策成果，并讨论外交和国防战略。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劳动党的8中全会的主要的议题是经济和对外战略，具体内容呢还没有披露出来，但是从人事安排的调整能够看到朝鲜政策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向。简单而言呢，朝鲜的核心目标就是统筹吃饭和安全问题，就是国内经济，尤其是粮食生产与发展核岛体系之间的平衡。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了会议对上半年经济成果的总结，上半年主客观形势不容乐观，农业领域呢要采取措施以达到目标。另外呢，就是此前负责经济事务的吴秀荣官复原职，释放了强化经济管理的信息。朝鲜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除了经济制裁呢，就是自然灾害。今年全球气候系统不稳定，朝鲜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人事变动，就是主要负责对韩对美关系的金英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平昌冬奥会之后的对韩美的缓和中呢，金英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与韩美缓和的终结，金英哲逐渐淡出。此次会议上，金英哲成为劳动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可能再次主管外交和战略等事务。此次会议上备受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上个月朝鲜发射卫星失败的问题。此次会议将军事卫星发射失败定性为最严重的缺陷，相关人员呢受到了批评，并且表明近期要再次发射卫星。军事侦察卫星是劳动党8大确定的重要的目标，发射军事卫星是朝鲜构建和提升朝鲜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的一环。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朝鲜的军力发展的重要的指向是建立能够制衡和约束美韩的核能力，进一步说呢，就是要跟美韩对等的核威慑力。朝鲜明确表示要制造更多威力更强大的核武器。2023年以来呢，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朝鲜研发各类体系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核导能力的提升，而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呢更加的紧密。论坛大会近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前来出席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本届海峡论坛规格高、规模大，论坛前后还有多项实实在在的举措落地，
就两岸交流等问题，深圳卫视专访了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定自6月20号起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俗称释迦的输入。此前因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大陆番荔枝中检出有害生物，大陆海关自2021年9月20号起暂停输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透露，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台东县长饶庆龄等人士多次向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恢复台湾番荔枝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业者进行整改，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番荔枝安全。近期，台东县方面提供了部分业者的整改情况，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基础上，大陆方面作出以上决定。台当局陆委会发言人詹志宏抹黑称，海峡论坛是所谓例行性的统战活动。张荣恭向深圳卫视分析称，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导致两岸关系进入冰冻期，但他们又对其他的两岸交流羡慕嫉妒恨。所谓统战这个词，在台湾长期以来是被污名化。统战，我想用俗话来理解，就是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嘛。对于两岸关系是完全正面的。为什么要用冷战的思维来看待两岸的民间交流？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蔡政府啊，或者是民进党害怕两岸人民相互理解。张荣恭表示，很多岛内民众没有到过大陆，民进党正是利用这一点，使用抹黑的文宣来蒙蔽这些人。但大陆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事实，全世界都看到了，只有民进党假装看不见。我记得啊，在2006年我去福建省的时候，当时的省领导这么说啊，改革开放的时候，就1979年，福建省的生产总值只是台湾的1/40啊，1/40。然后这位省领导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追到了台湾的1/4。”可是到了2019年，福建省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台湾，那就是说，福建用40年的时间呢，追上台湾，这是大陆的发展。一个省是如此，整个大陆都是这样。那台湾民众如果能够多到大陆去，了解到大陆的发展，就不会被一些错误的资讯所迷惑。张荣恭是福建人，祖籍漳州市诏安县秀传镇北坑村。在谈到近期回乡祭祖寻根时，他感慨万千。能够站在祖先劳动过的土地上，这种感觉是非常的特殊跟美好。大家都是同祖同宗，大陆又提倡两岸一家亲，那么按照现在去中国化的政策啊，就变成不是一家，它要搞成两家，而且是两家仇。可以一家亲，为什么要变成两家仇？这种对人民自己不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北京访问行程，在华期间，中方再次向他强调，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张荣恭分析认为，台湾牌是美国打得非常顺手的一张牌，绝对不会就此放手。那如果能够管控分歧啊，其实对双方的这种矛盾就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台海。我可以这样的形容吧，就是西方不习惯东方超感，美国不欢迎中国崛起，安格鲁萨克逊不接受中华民族富强，这种态势，我觉得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形，美国打台湾牌，以台制华，那用台湾来消耗大陆。可是，如果两岸之间发生了冲突、军事对决，那么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缓冲地点何在？其实是没有的。那么美国会参战吗？我看，大概专家们都很难相信美国会去自己投入台海这个战场。其实也就是把台湾推向前去。这种情况，台湾自己要避免
让自己陷入两岸之间的火线的范围里面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9号明确表态称，下月北约峰会不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北约为何让乌克兰不断靠近，又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究竟想让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充当什么角色？来看报道。斯托尔滕贝格19号到访德国，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在7月11号召开的北约成员国首脑会议不会正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北约各国领导人将讨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方案。此前，斯托尔滕贝格13号提出一项建议，即乌克兰不需要完成其他东欧成员国在入盟前所经历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过程，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但他同时也表达过，北约不会很快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针对此项提议，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就记者提问表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过程简单化。他称，乌克兰必须与其他跨大西洋联盟国家达到同样的标准，才能加入北约。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多次表态想要加入北约。虽然北约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但是否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美西方阵营仍分歧难觅。对比明显的是，与乌克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入约进程却取得巨大进展。其中，芬兰已于4月4号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国。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加入到北约，那么北约就会成为俄罗斯直接对抗的一个组织，那么也会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头号的敌人。那这不符合北约的一个整体的对俄的一个战略。北约国家想的是，尤其是传统欧洲国家打的这样的一个算盘，就是让乌克兰这种极限的范围内不断的靠近北约，但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让乌克兰成为对抗俄罗斯的棋子和前线，而不是北约直接的成为俄罗斯对抗的对手。另外，斯托尔滕贝格19号在德国一工业论坛上表示，由于长期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许多北约国家的弹药武器库存已经耗尽，亟待补充。北约国家需要发展更强大的国防工业。他还证实，乌克兰的反攻正在进行当中。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召开乌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讨论前线局势，相关部门汇报了战况、弹药补给以及对俄军进行预判。同一天，乌军发视频确认已收复扎波罗热州的皮亚提卡基。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和第2步枪旅展示了他们的旗帜。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9号表示，皮亚提卡基是反攻以来收复的第8座村庄。乌克兰军队在前线推进了7公里，同时乌克兰东部多地激战持续。Воно такими напливами. Я не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що воно зменшилось чи збільшилось. Ну, трошки тенденцію за останні 5 днів десь наблюдаємо тенденцію збільшення.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вони. Ну, ми певною мірою активувалися теж. Це вже там трошки хай буде секретом. Далі буде.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9号称，他们成功阻止乌情报部门针对扎波罗热地区有关人员的恐袭行动。查明恐袭行动组织者是乌情报部门工作人员，袭击造成7人受伤，数栋建筑受损。俄罗斯国防部还发视频展示在俄乌冲突中缴获的法国制造装甲战车。俄国防部称，俄军对在顿涅茨克地区所缴获的超过50个乌军装备进行检查。一名俄士兵在拍摄的视频中展示这辆法国 AMX-10 RC 轮式反坦克炮战车，战车旁边还有法语操作指南，上面还印着法国国旗。随后拍摄的士兵进入战车内部。此前6月13号，俄国防部称，俄军缴获多辆德制豹2坦克。对俄罗斯进行反攻，其实更多的意义是一种试探性的动作在内，也包括是为了满足美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这种军援的一种反馈。